区不存在铁丝捆绑的问题。坚持动态清零。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可成功，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我这了50分的不算优秀。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彷徨，一生不解释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啊战啊，一直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马克法共8年独裁作者，谢谢你。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节目，是纪念白纸2周年。2022年10月24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发生了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当时一些民众认为风控措施阻碍了救援，使居民无法逃生。这场大火点燃了蔓延至中国各地的白纸运动。11月26日起，示威潮至少遍布中国21个省与海外多地，是198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事发后有不少抗议者被捕，更多人被警察、国安骚扰。我当时在一篇专栏中写道，没有人知道这场抗议活动会变成什么，是一个历史时刻，还是历史的一个注脚。2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参与和受这场运动启蒙的年轻人称自己为白纸一代，不少人润出国了，一些人看不到抗争的意义，不再关注时事，还有一些人更坚定地参与到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中来。这几天不明白播客邀请公众留言分享，就是白纸运动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做什么？这场运动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你来说，纪念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收到了很多非常真诚感人的留言。有个人只写了一句话，他说白纸让我知道了我自己并不孤独。还有很多人说了非常相似的话，白纸运动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是看到了中国人的勇气。还有个人说，在我以为中国年轻一代在洗脑下已经一潭死水的时候，发现原来还是有那么多人和我想法一样，给了我很大的振奋和抵抗的勇气，也坚定了我不要做原子化个体的决心。一位白纸时在纽约的人写道，这场运动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看到中国人民依然有热血，这个民族依然存在良知和希望。对于我来说，纪念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想让我们忘记，我不能让他们得逞。还有一个人写道说，由于这场重大的全国范围的运动直接结束了动态清零，也让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的胆怯，敲响了中共的丧钟。当然呢，也有一些听众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疑问。白纸时在成都的一位听众说，对于白纸运动，我最大的困惑是，我不知道这个运动有没有能够真正激起人们的非暴力抵抗，并最终走向民主化的意志。一位在新疆的听众留言说，看到那么多中国人对白纸运动的冷嘲热讽和颠倒黑白，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徒劳的。还有一位22年在北京完成了学位答辩的人说，最困惑我的是墙内对于白纸运动的污名化。即便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A4 和白纸指代的是什么，就已经把它和罪大恶极画了等号。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无力的愤怒，因为我没办法在墙内的网络上就此发表任何观点。当然呢，也有很多人他们更大的困惑呢，来自于自己的懦弱。
有一个在上海经历了整个疫情，现在加拿大的听众，他说即便现在身处于自由国家，我还是会顾虑于中共的境外干预而不敢去参与，之后夜里又感觉到后悔和对自己怯弱的内疚。他说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个问题，像我们这种离境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如何去面对根植于内心的恐惧，以及对于正在受政治迫害的良心犯，我们能做什么？那今天这场直播呢，我们请来了2年前在世界各地参加了白纸运动的4位年轻人。李颖，也就是推特上的李老师，不是倪老师。他在白纸的时候把自己的推特账号变成了运动的信息中心。夏朝川呢，在上海参加了乌鲁木齐路的抗议活动，后来2次被捕。白纸发生时呢，阿兰在贵州，他也因为举白纸而被拘留。李宇美呢，在东京参加了白纸抗议活动。非常感谢4位勇敢的年轻人参加直播。作为6·4以后难得一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白纸运动的出现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今天的4位嘉宾。你们愿意说一下，在白纸运动发生的时候，你们分别在哪里，在做什么？你们在那之前就关心政治或者社会议题吗？夏朝川、李老师、于美，然后阿兰，好吗？我先来是吧？我当时白纸发生之前，其实我是会关注一些社会议题，就是性别类的议题。然后我最初是会比较关心女权，然后会比较关心 LGBT 的议题。然后这些议题在中国都是蛮受到打压，然后大家的生存空间就是被压缩到很小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女权和 LGBT 议题它并不是那种直接类似对政府的一个反抗，就类似反对政府这样子的叙事。只不过是后来我随着在中国参与这些运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生存空间一直小到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拖进政治的这样子的压迫里。所以我觉得白纸其实是一个我被从一个议题带到一个更大的这种公共空间里面的这样的过程。李老师，那其实我过去的经历好像我也说了很多，大家应该也都大概知道了。其实白纸运动发生之前的话，可能我也会关心一些社会的议题，关心一些政治的议题之类的，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参与到这么深，甚至就是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境地吧。那白纸运动发生的时候，对，大家都在看我的推特，那自然我就是在发这些推特了。所以首先很感谢这个袁丽姐和不明白播客做这么一期节目，那其次我也很感谢今天的听众，然后大家在2年之后依然愿意来听这个节目，依然愿意来关注白纸运动这件事情。我也想借这个节目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白纸运动它是一个开始，而且它还没有结束，就是只要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它是还没有放开，那么白纸它依然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并不是在纪念，而是说我们继续在探讨这件事情。对，就是这样，谢谢。于美，大家好，我叫李于美。然后我在白纸刚开始的时候是还在读书，在日本是一个在日本的留学生。然后白纸之前我可能跟大家也蛮像的，就是也会关注中国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议题，然后我也是比较关注女权和性少数相关的议题，然后以及公民教育。就当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参与过一些活动，但是就偏向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比如说在公益机构做志愿者之类这样的，或者在线上进行一些关注，加入这些社群，但是当时就不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行动者，也没有做过那种很直接抗争性的就会触碰敏感议题的行动，这些都是在白纸之后才开始的。阿兰，你的经历挺有意思的，你说一下。大家好，我叫阿兰。白纸之前的话，我在写剧本，我是一个剧本杀的写作者。然后关注到社会议题，其实我觉得是很早的事情，可能在习近平修宪之前吧。那时候我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我就开始因为中国近代史对于共产主义的选择，然后开始想切入这个议题，然后我就顺着这个线往我们的历史的前朝来探索，就发现
明朝开始，我们有集权专制和封闭思想的传统，但是在明朝之前，在唐宋的时期，中国确实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或者在唐朝是有一种多元主义的、一种开放的、包容的精神的。为什么这种东西消失了？为什么在明朝发生这种历史的转向，然后一直到中国的近代100年前，我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然后造成了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么多苦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我来说很有趣的议题。然后我也会做一些平行的研究，就比如说纳粹德国还有魏玛德国，在那个时期，纳粹德国是一种他们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是非常集体狂热的，相信一种德国的天命所在，然后用非理性的仇恨和那种难以言述的激情来犯下人类历史上少有很难想象的罪恶。所以这种大概延续了20年的历史阶段，我感觉是一个镜像世界，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现在的样子。所以对，我会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和政治的议题，并且把这种关切转移到对中国当代的一些观察吧。那你们能不能分享，就是当时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晚上或者怎么样，你们是如何参与进白纸运动的？当你参与进去的时候，你意识到了自己在做什么吗？李老师，你能先说一下，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是从你那儿开始的，然后夏韶川、阿兰，然后于美。OK， 其实一直以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当时它是所有的事情是连贯发生的，从富士康的暴动，然后到这个乌鲁木齐全城的这种抗议，一直到白纸运动，它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连贯的去发生。在当时的话，我并没有意识到说，我参与到了一个巨大的这种历史性的一个时刻里，然后我当时只是觉得说，有新闻我要开始记录，结果没想到就是各地那种要求解封的这种新闻投稿越来越多。然后后来直到10月26号下午，然后一个年轻人站在南京传媒学院的一个钟楼下边举了那张白纸，然后接着从那晚开始就越来越多的人举白纸。后来我们也都知道，白纸就成为了这一场运动的一个符号了。对，说实话，就是在当时的话，在整个参与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就是流着泪，然后心跳得很快的在进行这件事情，一直到了可能26号的晚上，然后上海的这个街头突然我收到一个投稿，一打开满屏幕就是全是警察在那呆若木鸡的站着，传来的声音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然后我当时就有点被愣住了，我突然觉得说哇不好，就是这个事情好像变得更大了。那一刻也是下意识的把这个事情发出去之后，然后我就意识到可能发出去以后我的人生也就完蛋了。当时我也是处在那种很惊慌很恐惧的一种状态之下吧，因为其实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种你不应该做错事，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是很多的。那所以当时我发完这些之后，我就拍了一张自拍，然后发给 CNN 的记者，我跟他说，如果说我一下被中共的特工暗杀了，然后你就把我的遗像发出去。对，当时就甚至已经做到这样。对，所以事后然后我会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其实恰恰是那天晚上26号、27号，包括之前的每一天，全国各地的投稿雪花般的勇气向我涌来的时候，它才让我更有这样的勇气。对，这就是我当天的故事。对，你在那一瞬间你知道你越过了那道红线，这也是我当时采访在上海的那些示威者，他们也是说在喊那个口号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越过了红线。夏韶川，你当时在现场，你能讲一下吗？我那一段时间的感受其实跟李老师很像，就是我感觉大家的情绪跟平常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已经到了每个人就是压抑到那种，就是很多人当然可能忘了当时有那种就是大学生叠纸狗，然后大学生在校园里面阴暗爬行这种新闻。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对情绪比较敏感的人，我当然看到这个我其实就会感受到，就是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压抑的集体潜意识，就是大家真的已经快到那个马上就要崩溃的点了。就我当然其实心里面非常非常心疼其实就所有人，感觉所有人都在那样子的状态里。然后所以其实白纸来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会有种那种它就该发生了，它在这一刻就应该发生那种感觉。当天晚上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戏剧性的时刻，就是我当天其实是在重新看娄烨的那一部电影，就是颐和园。
然后颐和园里面它其实讲了非常多关于8964的那一段的故事，但是它是放在一整段当时80年代年轻人他们的爱情这样子的背景下的，就是当时他们的所有新思潮、性解放，他们年轻人对爱情的追寻。然后在那一刻，就是突然女主有一段日记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第5件事是北京的学生去了天安门。就是那一段话真的我想起来，我现在还是会觉得就是非常震撼，因为一句短短的一句话把整个历史发生的那一刻的那个事情就转变过来了。然后那天晚上我看了那部电影，我找了一张纸就开始抄女主写的那一段日记。我抄下来之后，我当时就想说我拍照发到朋友圈里面，就是类似一个，就是当我们现在如此压抑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也许是事情会有改变的。然后没想到是我朋友圈他们 shock 了我，就是本来我想去 shock 大家，结果当我打开朋友圈，所有人他们全都就一张接一张的那种照片都在街上。然后我当然就赶紧联系我朋友，我就问他说你没事吧，你还好吗？然后我朋友说就是他在街上，但是现在警察已经来了，然后让我不要去。我听完之后我想想，我还是就我去啊，我一定要去。而且当时是我妈妈非常不放心，我妈妈说她也要跟我一起去。后来其实就是我跟我妈妈2个人打车往那个现场就走。到了现场的时候，就是所有那种，我觉得当时就蛮像梦一样，就是一排人一排人就站在道路中间，然后对面就是警察，一排警察一排警察，就是一个你绝对不可能在中国能想象到的那种画面。然后当时其实就是真的很奇怪那种感觉，像是这一刻终于来了，但是我好像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但是又在那一刻被那种情感就直接击中的时候，就你那种没有准备的情感，你是会让你非常非常震撼的。那我能问一下，就是当时大家开始喊口号的时候，你有过迟疑吗？我其实说实话，我已经错过了当时大家喊口号的那一刻，但是我当时在现场，就是大家很多人会发 airdrop， 所以说我手机其实一直有就是叮叮叮叮叮不停收到 airdrop， 然后每一个里面基本都是那一段视频，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那一段，就大家每个人都在 share 那一段视频。我当时在采访了，因为我很快乐就采访了可能有6位在上海的那天晚上在现场的人，他们说他们所有人都告诉我说他们就是去祭奠在乌鲁木齐大火中死去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说自己是要去参加一个示威游行，但是去了那呢就像你说的就被这个大家的情绪就都裹挟到一起了。然后在喊口号的时候，前面有人说习近平然后下台，然后大家就笑了，因为就没有办法，这个事情这个人的名字其实是大家没有平时不太会说出口的，就更不要说和下台这个词联系到一起，然后大家都笑了，就都知道自己越过了那条红线。好，那阿兰你来说一下你在贵州的经历可以吗？好啊，我是第2天参加白纸运动的，因为贵阳那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所以就很边缘化吧。然后是因为看到上海、成都还有北京亮马桥那边出现了大规模的这种人群，大家聚在一起，自发的发泄出说出自己已经压抑很久的话和情绪，然后说出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愤怒、自己的希望。所以这一切让我觉得那就是要书写的历史，就是我必须在这些东西之中，因为我之前所有的思考、所有的尝试，以及我为这一天等待了这么多日夜，其实我觉得不能对不起自己吧，也不能对不起那些我曾经为之流过泪的人事物。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的生命变成历史之书的笔墨，虽然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虽然那个代价可能非常非常大，也以至于我可能一辈子都要承担嘛，但是让我内心深处可能也明白，就是虽然自己做的事有点像在那撒哈拉沙漠深处扬起一捧沙，然后把它扬到远一点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一样，但实际上仍然是改变，仍然是不一样的。至少有人看出你在改变撒哈拉沙漠，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做这件事，然后我就和朋友一起上了街，就我们2个人，就你们2个人。当时你能说一下吗？你是站在什么地方？周围的人是一个什么反应？我那天的记忆就很和主流的对白纸抗议的这种印象很不一样吧。就是好像大家就觉得那一瞬间就是新的8964，至少是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8964。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
中国是一个这么充满了天南海北相隔万里的这样一个国家，有可以被国际化的视野关注到的，可以被社交媒体转发到的那种场景，好像那种场景象征了中国的主流一样。但实际上真正的中国其实被遗忘的是那些贵阳其实也算是省会了，也不算是小城市了，但是相比于北上广深，相比于新一线，它依然是小城市，它依然是绿洲之外的沙漠吧。绿洲之所以是绿洲，是因为它是稀少的。更广阔的是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沙漠，还有思想上的沙漠，一直是中国这片很广阔的我们叫 Mainland China 这片大陆上面的灰暗吧。那些小小的村庄，那些村镇，那些因为我很喜欢去那些很小的城镇去旅行。我见过很多包括湘西的，包括粤西的，包括广西的地方，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场景。那里的人群其实是不能说麻木，而是说尽管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梦想，可能有自己的希望，可能想做点事情不一样的事情来改变这个社会，但实际上生存的重担以及那种铁窗，像鲁迅笔下那种铁窗式那种封闭的空气，已经让一切都僵硬了，一切都凝固了，你无法从那里面再挣扎出一个人形，再把你的形态用什么东西书写下来，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你甚至没有力气去想。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周围的人群的面孔其实都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说实话，他们不知道、不理解，也不关心我们在做什么。他们觉得我们好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一样，我们举起白纸，那白纸意味着什么？是从哪个印刷店买来的吗？是在抗议纸价上涨吗？就是这种麻木和对正发生的历史的无知，或者是完全不去想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就在这种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吧，走上了街头。是很繁华的地段，具体的地方我就不说了，但是是贵阳市中心。因为我看过，就是我瞅过五羊那期播客下面的留言，有人质疑我说，好像我的普通话挺标准的，不像是个贵阳人，熬起来说两句贵阳话，反正挺标准的贵阳话。对，就是很多人觉得好像小城市不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我想你们晓得，我就是贵阳人，我和你们站在一起，我就是贵阳的一份子。对，那于美，你是在东京参加的白纸运动，也是其实在世界各地很多很多的留学生在那一刻都站了出来，你能说一下自己的经历吗？我本来以为就是当时的那些情绪，就是在我心里已经就消散了很多了，但是刚才听大家讲，就感觉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场景里，就是当时刚刚发生的时候，我还在旅行的期间，然后当时就一直在刷手机看这些新闻，就是他一开始是一个人，然后后来在各个城市越来越多，然后对我来说也是最触动的一个口号，就还是习近平，大家站在上海的街头喊习近平下台的。然后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就是那种所有的血液都冲到头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当时发 IG 说就大家已经都不怕死了呢，我还怕什么？就对我来说，在国内你去喊这个口号，就完全其实是一个自杀的行为，就是人要被逼到什么样的地步才会做到这些。然后看到那个视频那一瞬间，就是疫情期间受到的苦，受到的委屈，因为我疫情期间我也是在国内，对，就是包括刚才最开头的那个视频当中出现的那些场景，就又涌上心头，就是一种非常本能的愤怒和必须要去做点什么的那种冲动。然后因为我是在国外，所以很强的一个情绪也是觉得是没能和在国内抗争的伙伴们站在一起，然后就是想说不想辜负他们的勇气，就非常着急的想要在国外做点什么。就我记得19年的时候，我有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当时有6·4的机会，然后我去旁观了一下，就是非常少的人，可能就2-3个人那种。然后当时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然后就是全副武装的站在那里，举了一个就是6·4屠杀相关的海报。然后我当时路过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哪个组织的，或者他什么背景，是不是被利用了才会站在这里？就我当时是无法想象，就是他是没有任何目的就站在那里的。但是就白纸之后，我才就是又回想起那个场景，然后我就意识到，可能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原来我也可能会成为那样的人。
就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你们在东京，当时你们是有一些留学生的团体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们怎么组织起来的？后来就是应该是在上野公园那附近，还是在哪里？还是在新宿那边？新宿。新宿那边，你能说一下，就是大概有多少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好吗？就是刚刚国内白纸发生的第2天还是第3天，就非常迅速的，大家有聚起来也是在新宿车站。然后当时大概有100-200人这样，因为是最一开始，所以人还不是那么多，然后大家也非常松散的聚在那里，就喊几声口号，然后有些人上去演讲这样。当时是有一个 Telegram 的群，然后有一些行动力特别强的人就在里面，就是自发的做起了组织工作。然后一开始有人聚到一起之后，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看那个公民日报还有北方广场他们发的 IG 然后加的群，然后人越来越多，后来有几千人之后，就在新宿又办了几次就非常大规模的白纸的抗议。大规模最大的大约有多少人参加呢？具体的数字我很难讲，我觉得反正有几百人，就是把那个车站那个路围的水泄不通。好，谢谢。你们中有几位呢？因为参与白纸运动，还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们可以说一说吗？就是说一下自己，就是当然就不是说，我希望大家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看的人，还有就是以后会听播客的人，不要觉得是让他们好像来宣扬自己，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代价其实另一方面也能说明，就是这个政权是如何对待就是和平的示威抗议者的。你们可以说一说自己都有经历了什么，然后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有过后悔的时候嘛？然后到现在就是你们曾经经历的那些事情，现在还会让你们不管是做噩梦还是怎么样，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影响。阿兰、李老师、夏少川，然后于美，好吗？阿兰你先来。当天其实被抓进去其实就是很快的事情吧，因为毕竟在闹市中心，所以可能我也不知道站了多久，大概可能30分钟，然后就会出警。一开始是有一辆特警就冲进了旁边的商场，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抓谁，我感觉可能是他们以为在商场里面示威吧，所以就直接无视了旁边的我们就冲进去了。然后后面很快就有第二辆警车来补漏了，然后就把我们押上了车，就问我们是干什么的，问我们的名字，问我们的年龄，我们的职业。在大概2个星期左右的这种拘留期里面，我其实主要在第1天第2天都在想，是不是好像就再也见不到外面了，再也看不到我就在正常的情况下能看到我的家人之类的。对，会想这些事情。我觉得很难不去承认说自己没有后悔的时候，因为在想如果我仍然自由的话，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否认我有后悔。我后悔的可能点在于，因为我上街举起白纸其实没有多少人关注，我也不知道唤醒了多少人。对，我觉得如果好像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当做这种牺牲的话，好像确实有点不值。这种想法存续了第1天晚上，然后后面会想无所谓，我觉得那我已经书写了我应该书写的东西，为这个历史之书，不管我怎么评判我自己的生命价值，至少我没有辜负我自己吧，我赚得了我的勋章。所以后面其实也不会想这些东西，后面担心的其实就是第2天是不是会转移到可能国外的地方，能不能还有机会在年前见到一下家人。其实还有一些比较现实的原因，因为那时候是世界杯，然后我是梅西球迷，我很喜欢看，很想看阿根廷夺冠，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看阿根廷夺冠反正就之类的问题吧。然后这种影响当然延伸到现在吧，就是他把我直接抛到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里面，意味着我无法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继续生活下去了。虽然说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下去好像是这个不正常的时代最正常的处境，就是故乡，然后亲人，然后曾经熟悉的环境，还有那种可能在我那天晚上如果没做这个抉择，然后我即将走上的人生道路，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遥远的事情，就是无法再被触及的事情。我需要去处理很多我一下被抛进去的那种情况，比如说怎么样在异乡生活，怎么样面对这种可能无法再回家的处境，怎么样在处理这种新的认同感，就是我好像是一个无脚鸟一样，我
在这边其实就算拿到新的国籍，我也无法在这边扎根，因为这里不是我的这种文化上面的祖国，对，这也不是我的血液流淌之地。我关心那片土地上的一切，直到现在虽然相隔万里，但是还是非常非常关心，所以这种感觉非常的很难描述吧。它会带来你当时被关了多少天？2个星期左右。2个星期左右，就是在拘留所里。对。谢谢。夏朝川，其实我当时因为写专栏采访了你，后来我找到了我们当时聊天的截屏，在2022年12月7号的时候，因为其实我采访你是你先被抓进去了24个小时，对吧？然后我采访了你，后来12月7号的时候，那时候清零政策结束了，我还发了你一个 message， 我说清零政策结束了，你觉得高兴吗？算你们赢了吗？然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你的信息，你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被抓进去了。你最后一条消息是我放出来之后我才看到的，然后那个之前的所有消息我都已经自己删掉了，因为我当时我自己能做的就是把所有记者的聊天记录删掉，但其实还没有删干净，就是真的很奇妙。我前几天其实还刚和一个当时采访过我的另一个记者联系到，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感慨说，就是明明2年之前我当时窝在自己就是在中国的那个小小的卧室里，然后去接记者的采访，一边接一边就是手心不停的出汗，就真的很害怕很害怕。然后没有想到就是2年之后我可以再和当时就是有过很短暂电话交流的记者重新联系上，然后我也想象不到就是当时在被采访之后，我会很快在看守所里面，就是警察会拿着那些我没有删干净的记录一条一条问我这个记者是谁，他是哪一家报纸，就一条一条的不停的问。你说一下你是几号，就是你被放出来，你27号被抓了进去，24小时以后放出来，然后又是几号又被抓进去的呢？我是过了不到1个星期28号被放出来其实是，然后在12月5号的时候被抓走。那7天其实我几乎就在我记忆里，那7天已经被压缩到很短很短，就不停的有记者会来采访我，然后我的一个朋友，我其实是陪他去派出所拿他的手机，因为手机他们没有当天还给他，然后我去陪他拿手机的路上，就是他给我展示了所有他们在派出所当时被打的那些证据，还有另一个人他的那个验伤报告之类的。当时我看见那些东西之后，我当时真的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不去对人讲这些东西，我自己内心会原谅不了自己，就是真的太暴力了，太那样的仇恨太强。就是你那一次是被关了37天37天，对对。你可以稍微简单的说一下，但是我觉得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去听一下你接受这个 VOA 的那个采访，就是很详细的讲述了你2次入狱的这个时间。你能说一下，就是对你来说，现在来说你能够回想起来的在拘留所里的那些时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间？就是对你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它就是一种你需要一个人把自己所有能够运用的想象力，运用的能够度过时间的方式全部用上，然后当你去回想你整个人生，回想你看过的每一本书，回想所有任何一种可以打发时间的方式，你发现你用尽这些方式之后，原来可能才过了1天或者2天，然后你会发现原来1天2天的时间之内，你是可以想那么多事情，就是你可以真的把整个人生回忆一遍，就是时间会变得非常非常长到一种就是你觉得你会在另一个世界，你在另一个世界里面过了不像37天，而像是对我来说像是1年那样的长度，就主观上的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你说那里面的饭是非常的不健康，是吧？所有的人都有便秘的问题。对，而且就是因为其实一般来说他们是会有多人的监视，然后单独囚禁这个事情，它在国际上有个叫曼德拉条例，它是禁止单独囚禁的，因为就是人在单独囚禁的这样环境下，就是经过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精神问题。那我到后来可能10几天的时候忘记了，就是我会发现我自己就可以跟自己说话，不是在内心说话，而是那种我就可以听到自己想听的话，我有一句话想听，然后我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其实没有很震惊，因为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是你待的时间过久之后，大脑一定需要一些东西来刺激，不然你大脑就会死掉，就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一下吧。虽然你没有被抓了进去，但是你这2年真的过得很不容易。其实就是我也没有想到，连自己的这些境遇可能也不太方便去说，因为目前根据意大利安全部门的要求的话，就是我在现实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暂时还是不太能说的。那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在互联网上或者说是国内经历的一些东西吧。那就是其实在白纸运动过后几天，然后中国的这个警方就找到这个我父母家嘛，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基本上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每周，然后他们都会上门，就是去找他们谈话这样子。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要求我这个删除账号，不删除的话，他们就要停我父母的养老金。然后到后来就是要求我回去，就这样2年，然后他们就是我父母属于一直被骚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最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我这边发一条推文，然后那边警察就会上去敲一次门。到这样的地步，然后就是无论是几点，然后只要我这边发一条，他们会上门敲一次门，然后发一条，他们上门敲一次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一段时间我就转变了一些策略，然后我就每天是国内时间凌晨3点之后我再发，后来他们就没有那个力气去敲门，后来他们就不去了这样子。再然后的话，一直到差不多李克强逝世的那件事情，然后应该是北京开始注意我，就是正式的就是北京的人开始注意我，然后就开始有北京的人去我父母那边，包括就是省里的这个政法委，然后什么公安厅，然后各种各样级别的这种都会派人去我家。但是我父母也没有跟我说就是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他只是说有人来了这样子。这个压力好大。对，从一开始嘛，就是就像我刚才说，我发了这个习近平下台那个视频之后，我就意识到啊，就是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就是刚才漏了一点，就是我最开始愿意参与这件事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从疫情开始之后，我就回不了家。之所以就是从2022年开始特别关注这些国内的这些风控的这些新闻，然后这些社会的新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特别想回家，我希望这个事情赶紧结束。然后但是在发了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是有觉悟的。我觉得说，如果说牺牲我一个小家可以让更多的留学生可以回家的话，那这件事也是值得的。对，因为其实在意大利的留学生他们很不好，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光我们知道的自杀的留学生就有好几起。然后有一个很倒霉的一个学生吧，就是他特别想回家，然后一直买不到票，然后呢买到票，然后那个航班又熔断，然后就反复的改签，最后他终于买到了这个机票，然后在上飞机之前阳性了，他回不去，最后就在旅馆里还是在哪里，然后就自杀了。对，所以然后还有一个留学生是疫情以后疯了以后，就是在华人街到处捡垃圾吃。对，那如果说有在意大利的朋友在听这个的话，我想你们肯定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知道他们的那个情况很不好，所以我当时觉得说牺牲我自己的小家，我可能一辈子见不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但是如果说能让更多的同学孩子们可以回去的话，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后来这2年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了嘛，就是也没有说怎么样。其实到了大概今年的这个1月份吧，然后就是他们开始关注我的人，就是如果说你在推特上关注我，然后他们会叫你去喝茶，然后写保证书。那我看过一些他们内部的文件，就是他们这些警察有的也是我的这个关注者，然后也会把他们内部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名单发给我，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他们会列得很详细，但是就具体这个他们是怎么统计的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说他会有这个你的姓名，然后你的这个身份证啊，你的住址啊，你的年龄啊，你使用的什么手机之类的。对，然后就是是否关注了李颖本人，然后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会抓这些人。从我这边的话，他们现在开始就是每天可能过个6个小时7个小时，他们会用几百个这种机器人的水军，然后给我发一批私信，然后有的是什么比如什么我父母的那种他们做的这种色情的图片啊，然后比如说威胁我的话啊，然后比如
如一些这些什么死猫死狗或者虐猫虐狗的图片，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在互联网上的话他们就一直是这样子了，就是说这些东西。然后在现实当中的话希望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和大家说吧。然后但是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账号然后过去其实2年多一直每天都在持续的更新运营陪伴大家。在外界看来它是一个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能敲敲键盘就可以做到，但实际上这背后它其实是很多人然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它很多的机构很多方，然后他们去努力的去帮助这个账号可以一直运营下去。那一直到今天的话，这个账号可以说每天他发布的新闻他被各个地方的这些国际媒体所采用，然后他被整个中文 YouTube 圈的大家去引用，去用这些采编这些投稿和这些新闻去做他们的节目，然后把这些消息给扩散的更开，然后有更多的国内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消息发布在国内的朋友圈，发布在这个微信群，发布在微博上抖音上。对，我觉得就是说一直到今天如果你问我后不后悔的话，其实我最后悔的时候我是在白纸运动结束大概是12月几号，我记不清，就是当时他说这个解封的时候吧，就是好像大家都可以回家了，我回不了家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我当时说其实你当时发帖是因为你想回家。对，没错，这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承受这些代价嘛。对，然后我其实当时的话，我就是他出了那个以后，我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就从某种程度上结束了嘛。我就抱在我当时的那个女朋友的怀里，我在痛哭，然后我就在说，为什么这个事情是我在做？推特上有那么多的新闻机构，然后有那么多的大 V， 有调查记者，有什么媒体人，有这个那个，就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做这个事儿？结果就是这个事情是我在做。对，我当时就是很委屈，然后在那哭。但是后来这个事儿我就想明白了嘛，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你的勇气往前走一步，那你就是那个被历史选中的人。对，然后既然大家其实是那么的信任你，他们愿意就是把这些消息告诉你，而不是告诉其他人，那恰恰是证明就是说你是那个被选择的人。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去后悔这件事情。然后渐渐的，其实特别是最近这1年吧，然后随着他们对我的这种迫害也好，这种打压也好，就是这种加深之后，对我来说，其实我反而越来越坚定了，就是我开始意识到，其实不是我害怕他们，而是他们害怕我。那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身上的力量之后，现在反而是对我来说，我决定开始要去做一些我更坚定的，我认为对的事情，我应该更勇敢一些。比如说什么呢？你这个让我们一个记者没有办法不问这个话，你可以说吗？OK，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一方面我自己的账号我是转变成了这个团队化的运作嘛，那我自己是抽身出来，我们开始去策划，去帮助更多的这些微小账号的扶持工作。我们希望就是让这个生态圈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从国内出来的记者，包括一些这个年轻人，包括一些视频主，然后大家可以成长起来。对，目前我们正在私下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公布一点点给大家。对，你去年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你说你在做心理准备，就是说你觉得自己随时有可能遇害，就是你不知道有什么时候啪几个人入门，然后我就跳楼了，就是其实是被跳楼了，就是他们就会说我是什么重度抑郁症自杀了之类的。你反复的跟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你现在还这么觉得吗？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在去年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像您刚才读到了很多评论一样，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或者说可能这个国家就这个样子了，然后或者之类的吧。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过去之后，那可能也许我的历史使命就是报道了白纸运动这件事情，然后呢，伴随着这个全国反青年运动的这个结束，可能这个历史就定格在那一刻了。对，然后但是1年之后的话，就是随着这种打压，反而就是很激发人的斗志，您知道，就是杀不死你的总会让你更强大嘛。就是特别是最近这半年，其实在线下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反而是让我就是更加的有这种战斗的意志和欲望。对，我觉得
OK 是时候了，就是说既然你们是这么害怕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来正式的碰一碰。对，哇，于美，你能说一下吗？你这2年有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大的压力？我真的还好，跟大家相比的话，我实在是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刚才听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真的觉得很心疼，也很佩服。对，尤其听到小夏讲他被关押时候的经历，10几天就已经出现那么严重的状况了，然后又想到现在国内还有那么多人可能面临着10几年的刑期，就觉得非常难过。对，好，顺着这个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你们几个人，你们3个人能说一下，就是现在在接下来这2年，尤其是这个阿兰和夏韶川，你们是都差不多去年或者是什么时候出的国，都在欧洲。现在，能说一下你们现在是怎么参与这个公民运动的，或者你们能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些你们在海外组织的这些公民组织，你们做的事情，你觉得有什么作用或者有什么影响力吗？你先来吧，夏韶川。好，那我自己现在是会跟同龄人的接触更多一些，因为同温层也是我过去生活的同温层。我明显感觉就是大家在相比2022年之前，就是现在活跃程度是一直有增无减，然后一直不停有社群在新的冒出来，而且关注的议题其实也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就从女权到 LGBT， 然后到更国际化的像巴勒斯坦，然后像国际的一些公运之类，就是大家真的关注的非常非常广泛。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真的很为同龄人骄傲，就是我们真的有走进这个世界，而不是再像以前一样就被孤立在，就是像成为一个孤立的族群，我们是有变成这个世界的一份子。这点我是非常，包括我自己现在也是在试着和朋友我们去做一个艺术行动团体，然后我是想试一试可不可以通过艺术，通过用身体表达的方式去涉足一些人权的议题。除了这个方面，我自己可能也会想去读书吧，可能会想去读一些跟人权有关的专业，也许会未来去做一些往国际倡导这个方向的工作。但不管怎么说，我真的感觉出国之后就是看到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个远远超出我预期的，就是一个我在国内我知道外面大家活得很有活力，生活非常丰富，但我没有想到真的这么丰富。就是我这一年过得太开心了，是可能我这一年每个月我做的事情是以前在国内的5倍10倍那样子。那你能稍微具体说一下，就是你们会经常组织活动，还有就是比如说前几天你们还有这个周末好像很忙的样子，我跟你约。我这几天这段时间是最忙的，因为我们在组织那个白纸2周年的烛光悼念，其实是乌鲁木齐大火的烛光悼念。然后这一次其实是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然后其实再加上东京，就是我们五个国家一起去联动去做这样的烛光悼念，然后有非常多的那种统筹协调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我以前没有试过，然后我这方面其实经验不是很足，所以就做起来其实挺手忙脚乱的，但也学到很多知识。阿兰，你愿意说一下吗？好，就是和潮川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就是我会内向一点吧，就是不是说我的性格，而是说我的这个关注的点就比较的。我以前特别想做相关的，就是对中国的社会进行一些分析的研究吧，就不是说批判共产党或者揭露什么什么深宫秘史这类的玩意儿，我觉得那些东西没什么价值。就是我想去判断或者是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走了这条路。我们能从历史之中，或者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甚至心理学，像希特勒的心理学这样，还有一些比如说哲学上面的研究。我想从这些方面切入一下，来理解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民，然后我们这样的政治体制，然后我们这样的所谓的领袖，他能够以一人之决策来定天下之生死。对，为什么这种帝王将相的书写还是甚至在民国都兴了又亡了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里面，它还是出现在名曰共产主义，实则还是专制主义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里面。所以我也想走学术之路，但是与此同时，我在荷兰这一年其实也觉得这条路是很有限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它有点不合时宜了。
它有点曲高和寡，就是我没听明白。你说什么是有限的？这种学术的探索学术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我觉得很有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背景就是全球的右转，然后去全球化，每个国家都在只关心自己，只关心10年后、20年后的未来，而不关心长远的人类的明天是什么样子。因为关心也没用，好像对他们来说关心也没用。或者说他们的选票让他们觉得反正我只当8年4年的总统，我也不管明天洪水如何滔天。这种和民粹主义的涌起当然也有所联系的这种政治的局势，我觉得很多播客很多节目都探索太多了，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多班门弄斧。我只想说就是在这种限制情况下，好像选择这种学术的路径是你影响不了太多的事情，你也做不到我真的想做的事情。就我还是想继续沿着我之前剧本创作者的这个路走下去，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文化产品，然后它毕竟还是一种游戏，然后我相信它能够结合艺术，然后也可以通过游戏这种新时代的媒介吧，影响青年人，因为他们是最能行动的，他们是最需要行动的，他们是最需要思索如何行动的人。所以最近也在写新的剧本，然后希望能够很快出版，然后偷偷的以另外一个笔名在国内影响其他人吧。能插一句吗？你说。因为就是我其实很支持阿兰的这个想法，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白纸它本身也像是一种艺术创作，就是我觉得艺术创作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平时在网上说再多的民主自由这些大词，好像都不如一张白纸然后来的更加的有力，然后都不如那些艺术创作加工过的这些东西更加有力。所以我觉得从传播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非常支持这个阿兰他刚才所说的这一点。我也希望刚才就是说您也有说，然后有观众去问嘛，就是说觉得好像自己应该怎么做，或者说觉得自己想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种艺术创作，然后包括这种对艺术创作的传播，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然后代价最小，也是一个传播力度最广最有力量的一种方式了。对，不好意思。是的，我超级同意，超级同意。对，希望大家 jump in， 就是随时插话进来。对，阿兰你说。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同意，就是艺术它一直是一种时代的先锋嘛，它可以预警未来发生了什么，比如说达达主义在1战时候，然后还有那魏玛德国时期的那种新迹象主义，它就展现了一种就是人被异化之后，我们迷茫，我们找不到价值，我们找不到信仰，我们好像就有些画家有些艺术家就好像展现那种人的精神状态，说我们要把工业和机器美化，然后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投射物，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灵魂。相对于这艺术它一直展现了这种时代的暗涌吧。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的话，想通过游戏这种媒介来理解为什么它作为一种隐喻，它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同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深刻的影响世界的话，我超级推荐死亡搁浅这部游戏，虽然它和政治没有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叫那个 1000 Resist， 它是一个香港的独立游戏游戏的制作者加入一个我很喜欢的文字的独立游戏工作室做了一款游戏，它其实就是以香港的这个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为背景，从2014到2019香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痛苦。对，真有意思哦。那80年代的时候是摇滚乐是吧，就是在上一次全球发生比较大的这种政治变化的时候是摇滚乐，现在大家是游戏。那还有谁是于美？于美你愿意说一下吗？白纸最开始我是想做基于白纸的社群，就是把这个星火延续下去的这种感觉嘛。但是现在主要还是在做女权相关的行动，就是现在跟白纸相比，可能受女权行动派的影响会更多一点，就是比如说会做一些也是全球串联的一些大家共同的声援，以及对于一些 Me Too 案件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下一个，其实也是不少的听众他们发来的问题，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说在后白纸时代呢，中国社会没有任何要松绑的迹象，官方也更加警惕一切的群体性活动。身边和网络上的中国人大多数对于白纸对于清零时受到的苦难似乎已经远远抛在了脑后，你们如何看待这样的现状？你们对此感到困惑吗？李老师，可能这个你来说比较好，因为你真的是每天看到无数的这样子的新闻。那我肯定是并不困惑的，因为这其实是
这个国家机器它刻意营造的一个结果嘛。那其实从2024年以来，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它其实就是2024年年底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国家机器它克制这些、压制这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带来的这样的结果，那失去了新闻这样的一个监督的媒体监督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看到整个2024年，其实我愿意称之为是非常魔幻的一年，包括就是政府有警察到全国各地去远洋捕捞，然后法院里法官可以指着律师直接骂他，或者说直接派这个法警去打他抓他。在更广大的这些社会层面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冤案、假案、错案，然后没有办法被受理的案件、暴雷，各种各样的这种烂尾，对吧？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然后你不关心这些事情的话，你如果说你不去翻墙看推特，你知道这些事情吗？你很难去知道这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可能我觉得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它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可能对于珠海的就是当时在操场上跑步走路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撞。对，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因为政府包括这个社会它已经失去了一些功能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必然就是所有没有办法伸张这些自己的这种冤屈的人，或者说觉得自己受委屈的人，哪怕这个委屈他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是说他都会选择他也只有这一条路，就是说去做这种最极端的事情，然后让大家看见。因为他正常的渠道他已经没有了，就是他如果在网上发这个帖子，别人看不见，然后他说什么会被封号禁言，他没有地方去表达自己，或者说向大家展现自己，去建立刚才阿兰说的那种连接，他没有办法建立连接，那他就强行用这样的方式和社会建立连接。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吧。就是我觉得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人们走上街头，他要的不仅仅是解封，他们要的是言论自由，要的是新闻自由，要的是不做奴才做公民。那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很多人他们所喊出这些口号，他们所希望的还是说这个国家可以有一些变化，但是很遗憾的是没有，就是说政府并不会在意这些人的需求，但这些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那自然2024年的时候，他是想着办法是说继续压制这些需求。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是10月底，然后万圣节他会提前布置那么多的警力，然后防止你上街去 cosplay。对，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对，然后郑州的大学生骑自行车，他会把整条路给封掉。国内出现什么事情，然后稍微有一些爆款，然后人群稍微聚集一点，然后他就说啊，你们不能聚集，你们不可以这个样子。他已经怕到这样的地步了，就是他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人民的害怕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是不困惑的，我觉得只不过就是说历史走向的另外一条时间线，就是大家并不愿意去顺着2022年底大家继续去强调，或者说大家意识，或者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应该去关注我们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我们的这个新闻自由，我们需要争取更多的权利。大家没有这样的公民意识，那么结果就是说政府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然后他们会用更多的维稳的方式去压制这一切，而民众越来越后退，最后逼在墙角，不断的有这种兔子跳出来咬人，一个一个跳出来，那最后就是房间里的大象越来越大，大家继续不愿意去讨论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每天你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事情如果说大家还是像2年前或者说是像过去一样，大家觉得说哎呀我带着一种期盼，我觉得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或者说希望政府有一些改变，那就好了。就你一直期盼的话是不行的。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人，那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说这些大词，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希望中国变得更好的人吧，那就是说你需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就是说不是说让你站到街上去举白纸，让你上街去游行，其实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去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做起呢？而不是说就是一说到这些东西就是要送命的话题，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是不是能从你身边的社区、你身边的工厂、你身边的学校，你去试着用现有的法律途径框架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慢慢的推进这个社会，倒逼它越来越好呢？而不是就是说你怀有这样的希望，但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不说话，就是
原本的可能原本的大多数，然后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然后最后就是说让更多国内有这种舆论环境的那一部分人成为了绝对多数，然后他们去主导这个事情的话，那可能他向一个极左去转向的话，那你受得了吗？你一样受不了的。对，所以我觉得一直到今天的话，我觉得2024年它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继续这样下滑下去，然后整个社会继续这样去混乱下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迎接我们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那在这种时代之下的话，沉默或者说过去的岁月静好已经是不成立的了。对，所以对我不困惑，我只是觉得遗憾。对，你说的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怎么做，我就是还是要提这个哈维尔的这个无权者的权利里面，他就是也是说当时在捷克嘛，就大家都是害怕，都是胆小怕事，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水果店的这个经理，他在这个橱窗里面贴了一幅标语，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吧？但是他说这个最小的反抗就是我可以不贴这条标语，这个就是就是所谓的 living in truth， 是吧？就是你自己要诚实的这么生活，你不相信的东西你就不说，对，我就像是这几天那个汕头的那些商铺嘛，他们就是政府过来说，哎，我们要这个国检，然后我们就关门，对吧？我们就不让你检查，然后呢，你说啊不行，你们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那我们就随便贴个理由，反正我就是不开门。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中国现在很多的这种反抗，它都很像是行为艺术，就是就很搞笑，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就是你并不需要去一定做那种常规的那种抗争，其实就是这种幽默的阴阳怪，对，阴阳怪气的，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对，非暴力，非暴力不写作，没错不合作。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反抗想的就是那么的这个复杂的一个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不知道他到底印过多少本，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中国政府他到底为了维护习近平的这个权威，然后他们投入了多少钱，然后给了习近平多少的版税，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啊。然后但是呢，就是其实这个权威破解很简单，可能几张迷因图，然后一张把习近平的这个书扔到垃圾堆里的照片，对吧？其实就把这样的权威给破解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破解的4两拨千斤，或者说是1两拨千斤的一个事情。对，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困难的事情。但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你看我根本就不是搞新闻的，然后我只是一个搞艺术的，但是我依然可以就是做到，就是让他们就是我发一个东西，他们要立案，他们就要去追查，然后甚至就是有些人就是他们可能在大街上他们在维权，然后因为被拍下来发给我，就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被人拍给我，然后我发出去以后，他们的事反而就解决了，因为就是对就是国安会介入这件事情，国安认为这件事情影响了国家安全，对你国际影响太坏，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事情，就是说一个推特账号然后发的一个帖子，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帖子它是影响了国家，危害了国家的安全，然后他们就是会解决这件事情，反而就是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框架下，然后去试图把他们这个事情给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随着后白纸时代吧，就是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松绑的迹象，然后官方更加警惕一切的这个群体活动，是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们越重视这件事，而是他们越来越害怕民众的力量。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害怕他们，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表现出他们害怕我们。说的挺好，说的很好。夏绍川，你要接着，我看你已经忍不住了，快说。对，因为我说起来这个就是我其实真的很对李老师讲的这些很有共感。然后我想起来那个原本问题好像就说白纸之后大家还有没有忘记白纸？对。那我自己在出国之后，我其实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记得那个袁立老师当时跟你说的时候，我在想要不我私下跟你讲一下，然后你说没有，要直播里面讲。
就是我其实会觉得我身边真的很多人，大家会主动的远离中国议题。因为今年一年可能就是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说太沉重了。很多人给我这样的反馈，就是说中国这个议题太沉重了，然后中国的政治犯，中国的所有包括维吾尔人、藏人他们发生的经历的那些事情，就是我身边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行动者，都是一些从自身开始会做一些社会参与的行动，但是他们都其实会离中国的议题越来越远，越来越走向更国际的议题里面去。然后但我自己就是作为我经历过国内的酷刑，然后我身边越来越多有就是像有的人的朋友他还在国内坐牢这样子的经历之后，我就会也许有一种不甘心，或者有一种心里面那种埋怨感。我就说如果你们都觉得太沉重了，那些在国内已经在监狱里面生不如死的人，或者在集中营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要比这个沉重要再沉重上千倍呢？就是如果大家每个人离开了中国之后都去离中国的议题越来越远，越来越忘记，那是不是我们原本可以去向外面告诉外面说中国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来到外面之后，是不是我们真的离开这个议题就是唯一的选择呢？我会有这样的埋怨，但其实我心里面另一方面我自己其实蛮能理解的，就是我可能在22年之前，我和身边的同温层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就是我们会去关注一些社会运动，香港人19年的时候我们都在关注，然后所有女权的议题我们在关注，但是我们不想就是让自己卷进去那么多，我们不想让自己就是一下子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也变成像跟中国这个议题搅在一起。我其实我后来其实有意识到一点，就是这个里面其实是种创伤，就是大家身上的创伤真的太重了。我其实记得是我跟一个人权工作者聊，他说就是联合国那边他们做倡导的时候，那边一些人给他们的反馈就是说，你像那个俄罗斯、伊朗，他们也有很多人去做倡导，然后中国的一些倡导者，他们就说可能大家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感觉中国人心里面那个伤特别重，创伤特别严重。然后我听他那么讲的时候，我就是又心酸又无奈，然后我真的跟身边每个人讲起来这个话题，大家都就是唯独这个话题我们太有共鸣，就是创伤。包括就是我其实发现人在创伤的时候一种反应，就是人其实是会把痛苦隔绝开，就你是感觉不到自己在疼的，你其实已经很疼，然后很难受很痛苦了，但是你其实感觉不到，你觉得说没有事啊，我很开心啊，你看我这样也挺好的，但那种状况往往才是创伤最厉害，就是经历的最严重的。就是人可能会一边说那我没有事啊，我挺好的，但是一边他会用一种非常可能自毁式的行为，可能是就在生活上非常那样子负面的行为去生活。就是其实我其实讲这些还是想说，可能对我来说我会想的一个议题就是怎么样回到人的心里，就怎么样去看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创伤。这个其实说实话，对我自己来说，我甚至都有点，我现在在说这些时候我不太敢去真的想下去，因为我自己也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对我来说这些创伤我也没有真的去一点点挖开，我不敢挖，真的太沉重，就是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很重很大的酱缸，要把一个人碾死一样，真的我不敢去想。但我觉得其实没办法，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去逃，但是我们逃离不开我们这样子的身份，我们背负的这种处境，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离不开它，所以我们最后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我们怎么样支持彼此的，怎么样支持彼此心里面的那种伤痛。我们真的是要就是去看见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是我们其他的那些中国人，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活得很疼，活得很累，就是你一定要去真的去懂得去关心另一个人，关心另一个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今年出国之后，我经常会感叹说，就是像藏人啊、维吾尔人啊、香港人啊，他们这些活动者，就是他们非常团结，他们可能会就是在一起去，像藏人他们会一起聊到达赖喇嘛的时候，会每个人都痛哭流面，就是泪流满面的。然后我就在想，就是
不是说中国人跟他们不一样怎么样，而是说就是我们心里面其实还是没有做到真的去发自内心去关心另一个人，就是我们之间好像是被那个共产党被那个他者就是隔开了，真的很远很远。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内心的距离要再去靠近一点，就再去看到彼此的伤痛。我可以回应一下小夏刚才分享吗？对，因为我也特别的有共鸣，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出国的人其实他都会面对就是作为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的挣扎。就因为在国外如果参加社会运动的话，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就是也是做社会运动的。比如说我当时听过一些在国内做 LGBT 权益倡导的伙伴跟比如说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去交流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存在。就比如他们还在问我们说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些法律的渠道去做倡导的时候，我们还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基层的公安他根本就不守法。就是你要从最基础的地方来跟别人解释起来，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存在。我觉得背负这种特殊感，它有时候会有一种羞耻。就比如你在社会运动的当中，别人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出来用实名，然后你就要躲躲藏藏的，就像一个小偷一样，就是见不得人的这种感觉也非常的羞耻。然后你从小经历的这些教育，你的这些经历也都非常的羞耻。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会选择说完全否认掉中国人的这个身份，大家可能就在努力的去换国籍呀，或者就是尽量就是融入当地的社会，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是我现在又觉得就是这个特殊的身份背景其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其他从小生活在民主国家活得很幸福那些人所感受不到的一些连接感。就是有一些东西真的只有中国人，你对上眼神或者像一些暗号一样，你就能彼此懂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非常珍贵的。就那些你躲躲藏藏的那些缩写啊，然后就是在一些行动当中你去掩盖自己身份，就是你对中国人你不用解释太多，大家就相互就懂。所以我觉得也不必一定要去按照国际的方式去跟大家做同样标准的事情，而是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行动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也好，或者我们注定就是要背负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要正视这些东西。而且我也很同意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你不用说去上街举个白纸这么激进的行动，就是你从身边很小的一些发生开始做起都非常重要。对，然后还有刚才袁丽说的最开始那个困惑的问题嘛，我觉得我也是不困惑的，就是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大家没有那么容易就忘掉当时的那些苦难，疫情它带来的创伤实在是太严重了。我觉得尽管大家现在不提，因为没必要提，也就是没法提，但就不是说所有人吧，就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记得的。而且就比如现在出现一些新闻，就是官方会通报，它不允许有公众的公开的讨论，但他就官方出一个蓝底白字的那个通告，他就想下结论。但我觉得现在中国普遍的情绪是大家已经不相信这些了。你去看微博的评论区的高赞评论，大家其实都是在质疑。我觉得这是挺普遍的一种社会的情绪，从表面上看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大家好像已经往前走了，但我觉得这个创伤它早晚都会暴露出来，就像文革，就像64一样。对。阿兰呢？阿兰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觉得我不太相信这种，就好像如果一件事情在一个人他，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信念茧房里面，生活在自己的这种不管是一种回声式的泡沫，还是说一种自己我们自己有限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经验所定义的这种生活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好像有些人觉得我感觉不到白纸的存在了，那好像它就消失了，它就被遗忘了。我会把它想成一种火焰吧，它不是一件单单的事情，不是单单一个维基百科的一个页面，或者单单大家一不小心说漏嘴的时候说出来的一个词。它是一个心灵的火种。我觉得就用这个体制的奠基人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用这个燎原来毁掉了中国的希望吧，然后燃烧出来一个野火重生的一个用欲望的火焰，用权欲的火焰来燃烧整个民族之希望的一个国家。那同样的火焰也可以摧毁这种他们所定义的这种火，
然后让这个国家生长出另外一个形态。所以只要白纸运动它被我们这些人记着，而且它同时它也的的确确的改变了这个国家，它也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里面可能或多或少要么被人记住了，要么成为某些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的一种背景，它都成为了这种注脚。那些在风控之中受苦受尽磨难的人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是这场运动或多或少推动了他们的政策的改变。不管如何，这场运动它已经成为了现在我们所可以被称之的现实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之后，我们该怎么想象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建构我们自己的可能性，这可能是以后的播客会聊到的话题。但是至少它它没有成为过去式，它是永恒的现在时，也是永恒的进行时。说的真好，我念一条这个听众的评论，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昨天看国内看理想组织的直播活动，陈嘉映、周濂聊到社会原子化的问题，夹杂着提到结社，最后有一个女生哭着对嘉宾哭诉，感觉呢很多话在场直播也不敢说。今天在场的各位可以畅所欲言，正常的说话，这种感觉真棒，不知道多少年后国内才有这种空间。所以我们可能大家在说各种困惑，会不会觉得被遗忘了，会不会就说已经很多人对这个白纸呀还有这种风控清零都已经冷感了，但实际上看我们哪怕就是这么正常的说话，已经是国内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羡慕的事情了。我挺感激这个这位听众的。对，没错。其实我当时从微博上来到推特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我会很不适应，我觉得推特就是海外的中文圈和国内中文圈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种语言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包括对于事情的这种，比如说你在微博上一用这种反讽，然后大家都能看得懂，但是在推特上的话，就是几乎大家都看不懂你在反讽或者怎么样，然后对，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然后但是后来的话，你用推特用的越来越多以后，你会越来越喜欢推特，因为其实所有的问题都不如就是你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说话了，不用去用省略词，不用用数字，用这种拼音，用这个什么上下上的这种符号去描述一个人的名字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说刚才您读的这个留言，我也是非常的感慨啊，就是好像自由说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了，而我们这已经就是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了。对，我就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们记什么问题就说习近平如何，然后就经常收到各种的听众的来信说啊，他的这个人的名字是可以说出来的吗？我就觉得好奇怪，难道他不叫习近平吗？就为什么不可以说出来呢？对，就前几天的时候，好像韩国的一个节目吧，然后韩国的一个艺人，然后就在那个节目里提了一嘴习近平的名字，然后就是中国的那些年轻人，中国的饭圈的那些小孩子，他们就是会大吵大闹啊，这个习近平的名字怎么可以在这种节目里提呢？万一你提了以后中国把你封杀了怎么办？好像闹得还蛮大的。真的是就是给自己夹了各种各样的枷锁，就是真的是觉得太可惜了，就是正常说话都不可以了。对，而且就是不好意思，就是白纸运动的时候，当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就给我发了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投稿嘛，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他是用拼音告诉我，就是中央是用拼音美术，然后学院也是拼音发给我。我说是哪里？然后他说就说中央。我说没关系，你可以说清楚。然后他说真的可以说清楚吗？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说一个中央美术学院，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中央这个词是对警察，哎呀，就是太多了。我一直都想写这个事情，对，太多的词都说不出来。夏超川，你刚才是想要说什么？我就是说这一点就很有感触。我觉得中国现在大家有点像1984里面那个双重思想吧，就是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当时上街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们是为了清零去的，这也是意料外的一点，就是但是大家现场就会喊习近平下台，就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就是现场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为了只是为了清零去的，有多少人是抱着更多的就是有政治诉求，或者说有更多的诉求去的。其实我后来想，可能大家自己心里都不清楚，就是介于一种
就是为了亲临去，但是同时如果我心里面那个东西我知道它存在，就如果所有人都讲那我就讲。所以现在经常大家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不知道身边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想，就是对中国有这样子那样子的不满，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身边人想法是什么，但因为每个人都不允许想那些，但其实这样子我觉得反而就是可能身边人跟我们想法一样的这种人会多很多，就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对，阿兰，其实我听你的播客里面你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在贵阳你们的诉求和这种很多你看到在别的更大城市甚至在国外的这些白纸运动的人的诉求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是吗？可能是我们表达有不同吧，因为我们只是2个人，所以我会更关注一些当地发生的事情。就毕竟我觉得一种共同体的意识是最能唤起人对其他人所受苦难的同情的，所以我写的最大的就是贵州大巴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的姐姐就在大巴车上被摔断了脖子，所以就是和我很近很近。然后发生了大巴车被转运的那一天，我也确实听到我身边的邻居在谈论说，像大巴车其实在我们的小区周围，离我们最远可能就几百米。这就是一种很奇妙的在这边很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其实很多人都生活在一种真空里面，他们并不知道其实那种苦难，那种能改变别人一生的那种致痛的失去和创伤，其实就发生在你离的现实时空非常非常近的距离，但是你并不知道。就像上海陆家嘴的 CBD 高楼上的那些精灵，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们，他们也不知道离他们可能水平海拔几百米的某个天桥底下住着怎样的一个乞丐，或者住着怎样一个失去收入来源的外卖小哥，只能靠着迟来的垃圾和柴火堆成一处篝火，然后在上海潮湿的冬天里面获得一些温度。这是我觉得中国人最很深的困境吧。就像我们刚刚大家都说到的，就是包括这种自由的表达的艰难，这其实就是当代互联网就是对中国简中互联网的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嘛。就比如说我们想说什么都要用简写的收略词，我们没有一种诚实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语言变成最该是它样子的那种形式，就是我们甚至说不知道我们该说的话什么样子。对语言的这种阉割其实也是一种对我们自身意识的阉割，因为语言它是一个民族，它是一个不管民族的东西存不存在吧，它是一群人一个共同体所共享的事物，它能够让我们想象我们的未来是怎样的，我们的想描述之物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看一首诗，如果全部都是拼音简写，那我们从这种诗中获得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想象的到底是怎样一个意象呢？没人会说得清。对语言的阉割，就是对这个国家它思想的阉割，对它未来的可能性的阉割。当一个国家的连自己的语言都无法自由的运用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怎么讨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怎么讨论他们身处的现实？所以对这一点超有意思。对，因为你有什么补充吗？我觉得对言论的压制以及语言的阉割，这些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在海外的人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批评的问题不是说为什么大家要去阉割自己的语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已经对言论的控制已经到了如此离谱的地方，你不去这么缩写，你就是很容易被喝茶。但是我觉得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要用这些语言说什么。就是不管你是用缩写也好，你是用非常自由的语言也好，我觉得你要表达的内容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哪怕推特它是最自由的语言表达地方，但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言论空间，就是有非常多的仇恨的言论。拥有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是非常非常基础的第一步。我觉得在国内很多即便是在如此严重打压情况下无法自由使用语言情况下，依然有很多非常宝贵的表达在不断的产生，有很多创作者，有很多普通人在网上发声，就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就语言它还是一个工具吧，就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些我们到底要去说什么。有一位听众的这个问的问题是说，他想问嘉宾们在后白纸运动的时间里，在抗争抗议的过程里，有哪些让你们感到开心的时刻？对我来说有很多吧。看到身边每一个人，我说那种看到不只是说就是我知道原来他们跟我一样有一样的政治光谱之类的，而是那种就是我们原来很多
就是我们因为没有聊政治，因为没有聊很多关于社运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没有聊很多关于我们自己人生的那种，就是其实我现在才感觉，就是社运跟人的生活真的是分不开的，就包括政治，包括这种公共空间。就以前在国内的生活，现在才感觉以前真的缺失了多么大一块。我会这么比喻，就是说中国的公共空间像是只有人的那种个人的原子，然后还有就是共产党为我们塑造的那种一个大国集体的那种他们的公共空间。但是在国外会发现，其实这种公共空间它是分很多很多层次的，就是小到几个人组织的一个就是自发的小组织，然后到一些更正式的机构，然后再到一些大的国际的那种 NGO 或者基金会，然后再到政府间机构之类，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它其实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这样的空间，是一个你如果不去体会它，你就真的很难以去想象说，哦，原来这才应该是人类社会运作的样子。然后我们在这样子的空间里，我们才可以去讨论很多，比如说我的未来，我和身边几个人，我们接下来我们一个行动团体的未来，然后我们一个组织的未来，甚至是一场社会运动的未来，就是一个议题，它从大到小可以被分成很多不同层次。然后你会发现你对于自己人生，对于自己的人和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被重新诠释，被重新放在这种复杂公共空间关系里，就是一种我觉得我不可能在中国体会到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最开心的一种感受。对，阿兰有没有什么体会呢？对，我也其实有完全相同的感受，就是最开心的时候是看见彼此那一刻，就是看见彼此真正在这个现实中存在吧，然后可以互相拥抱，互相聊天，互相谈论一些我们在国内完全没有土壤去想象的东西。对，这种连接感是就是我觉得我超需要这种感觉。人无法在痛苦之中然后感觉自己身负重担，然后好像是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也，这种感觉如果你带着这种感觉去做，比如说做民运、做抗争，或者做一种后白纸时代的想象，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你带这种感觉都做不好了，你会很痛苦的。你会在痛苦之中获得你自我的解放，然后去书写那种可以让未来得以绽放的东西。所以这种连接感，这种在欧洲，在美国都有，甚至在日本，在清迈那里有飞地嘛，就我觉得五湖四海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实际的空间，让一个原子化社会的个体可以去认识他人，可以去见到他人，可以去和他人一起书写共同的故事，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李老师呢？于美呢？坦白来讲的话，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吧，就是你也知道我每天你是一个特别无比宅的人然后无比多的负面的信息。然后对于这些抗争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很难说，就是我觉得抗争多起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种抗争多起来的话，一方面我觉得大家终于到了那个临界点，大家需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也是心里有一些隐忧，就是说你知道中国人其实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可以忍的嘛，但是就是在2024年它爆发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事情，包括一言网的话，它之前他们是一年统计了有6000多起还是1000多起的这个抗议讨薪的这个事件，我忘记了。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背后它是有一个隐隐的担忧的。另外一点可能比较欣慰啊，就是如果让我说比较欣慰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2024年的话，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高中生他们的抗议活动，就是他们抗议学校不给他们放假，他们甚至仅仅是为了多争取1天的休息，他们会去抗议，然后会去贴大字报。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以前是有教过高中生嘛，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在画室当老师，然后我是非常非常知道这些高中生他们的辛苦的。当年我们的时候也是，就是早上8点半开始上课，然后晚上11点半放学，就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只是为了考一个大学。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终于就是在2024年，然后这么多的学生他们开始就是争取假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慰的事情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它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填鸭式的这种就是不停的做卷子，不停的压缩这个
学生的休息空间，就是你这样折磨出来的孩子，就是说他是有创伤的，就是这种创伤是会伴随他一生的。我们在那个互联网上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回忆起高考，就是完全就是应激反应，完全就是那种创伤性的那种反应。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摧残我们的下一代人。我很欣慰，就是他们愿意站出来去争取自己的假期。对，我也祝他们成功。对，好，于梅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开心，我觉得有很多开心的事情，就是我通过白纸认识了我觉得我在东京能认识到的最勇敢、最聪明、最善良的朋友们，然后跟大家一起上街也很开心。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已经不需要以一种非常苦大仇深的方式去进行了，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在就是上街之前我们在筹备物资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大家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碰撞，就虽然这个背景大环境还是非常让人痛苦的，但是就我们可以用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去消解掉它吧，而且连接本身就是非常让人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今年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你们可能知道我们在湾区举办了不明白节，是一个线下的活动，当然后来我们也把很多的这个访谈也放在了线上，就是线下，然后又是老中青是吧？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然后又有像林培瑞啊、吴国光啊、许成刚啊这样子的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学者，还有李思盘啊，就是当时那种气氛简直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就是大家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可以去正常的去见面就说话，那种感觉我也是，就是你们刚才一说，我也觉得好像那个是我觉得今年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时刻。就是这种线下的这样子的链接，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中国人还是挺需要的。还有一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觉得如何面对和改变原子化的社会？那我们其实和刚才说的问题有一点像，但是如果你们有一些建议的话，可以，有没有谁愿意说一下呢？我没有建议，但是我想起来最近看到的国内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讲中国出现的很多小餐馆对无收入者免单的事情，就是这种所谓的底层的互助，就是很多个体户他们都是在疫情期间就是也经历了很多经营的困难，然后自己本身也处在很艰难的情况下，但是他们就因此就对其他人有了更多的同理心，就是很多小餐馆他就会就是不要求，没有任何条件的，就只要你说你今天吃不上饭没有钱，就可以领到免费的饭，而且是长期提供的，而且越来越多这样的帮助。就我觉得这样的苦难就让大家有了更多的同理心，我觉得是有一点走出原子化的变化的。对，也有不少的听众，其实他们在给我们的那个留言里面也写到过，就其中有位听众，他就是在北京，全家正准备出国，我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贴他写的东西。他说这场运动对我来说是一个温暖的承诺，他告诉我我并不孤单，还有这么多人和我有一样的心情。他说这场运动也是一个起点，他让我开始行动，从做视频开始，为我信赖的自媒体捐款，做志愿者，读书、思考、交谈、自我启蒙。其实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听众的留言，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是开始做一些事情，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还有谁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自己和多关注这个自己身边的事情嘛，就是在你身边先建立这样的连接。其实很多的中国人，我的观察就是说他们非常关心美国，非常关心日本。对，当然我们的听众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中国人他们其实关注别人的事情比关注自身的事情要多得多，就是就好像你自己的这个遭遇了不公平，你自己被欠薪，自己被怎么样，好像没关系，你自己被降薪啊什么的 OK 没关系，但是呢就是你一定要关注特朗普你一定要关注董王是吧，要关注这个美国怎么样，日本怎么样，对，台湾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恰恰不是说应该去关注他人，反而就是说很多的人他们是需要关注自己的。那我们这些已经提前别人一步的人，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提醒我们身边的人多关注他自己的，就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就是他们自己的遭遇，他们自己受到了不平等待遇，这样是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其实很可能就改变他的一生，然后让他回想起，哎，不对，这个是我应该有的权利。但很多人，就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的，然后。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子化的一个状态，但这种原子化其实又是一个相对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真想做什么的话，还是从自己身边可以去做起。我也是，就是真的是挺同意的，这个说法。我那天看了有一篇讣告，就是有一位女士，她100岁了，刚刚去世，她叫 Madeleine Rayford。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她在英文世界是很有名的，她是叫 The Girl Who Saved Paris， 拯救了巴黎的女孩，就是她在2战的时候，在20岁上下就已经就是在这个法国的抵抗运动里面做了很多就特别传奇的一个女士，就基本上就是要被枪毙了什么之类的，就是还和另一个人就是俘虏了80位这个什么德国士兵了，就特别特别传奇的。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她说关键是不要妥协，当你抗争时你已经是胜利者，你已经赢了。我就觉得好像如果大家有这么一个心态，可能就不太容易会觉得困惑呀，不太容易会觉得无力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吧，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对，就还有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差不多也该收尾了。就是如果中国的改变迟迟未到，白纸运动会成为过去时吗？就是可能一个相关联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出现下一场白纸运动吗？你会倾向乐观还是悲观？你们谁愿意来先说一下？夏超川来说一下。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其实会觉得，就是比起这样子看，就是一个白纸运动是不会成为过去时，我会更多看到就是中国当下就正在发生什么。因为我跟身边有很多人也会经常讨论到，就是我们和白纸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就要一直去谈论白纸，就像上一代人他们会一直谈论8964。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白纸就是如果它发生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改变了我自己一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一遍一遍的去谈论它，我会把它变成一个过去。那如果我不在，就是我不仅是谈论白纸，也去谈论当今中国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遭遇的和其实很多中国国内的人权捍卫者来比，其实蛮不值得一提的。像许志勇、丁家喜他们被判刑14年、12年，然后像就是很多现在那个维吾尔人他们在集中营里面遭遇的事情，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有个叫新疆 Victim Database， 就是新疆受害者资料库，就里面一条一条数据，他们经历的那些事情，还有他们所有愿意就一点一点在幕后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的这些人，就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当下的，就是它正在发生，它跟白纸一样，它跟白纸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此刻，都是最最真实的那种正在发生的此刻。就是当我曾经在白纸期间，我被警察抓走，然后我们被押上大巴车，有非常多媒体的目光投向我们的时候，和今天一样，今天仍然有可能，今天现在就有一个人正在被警察逮捕，明天有另一个人正在经历。你像张展，他昨天还是前天刚刚得到消息，他正式被批捕。然后许志勇他刚刚传出的消息，他经历了1个月的绝食，然后刚刚停止了绝食。那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或者不重要。所以说我的回答就是，还有香港的那么多人，刚刚对45人，对，是的，就是。所以说我的回答可能就是我们看一看眼下，就是眼下其实一直有同样重要的事情在发生，它不会过去，白纸不会过去，白纸它会一直有新的形式，中国一直在发生源源不断的事件，这些事件正在构成此刻。阿兰呢？阿兰有什么想法？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设想了一个如果中国改变迟迟未到这样的情况，就相当于好像一切社会都陷入一种死水一样的状态，然后好像大家除了继续躺平或者摸鱼，或者年轻人继续追寻一种比如说像塔罗牌神秘学里面寻求慰藉这种感觉，好像一直
维系下去，然后他们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他们也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我觉得死水之所以死水，是因为它终有被阳光暴晒那一天吧。对中国来说，我觉得改变已经在发生了。不管是说最近大规模爆发了这种群体的对陌生人的这种无差别的袭击，还是说漫步中国各个阶层的这种因为经济的压力，因为生存的重担啊，不得不向司法系统发出一个像如发冲冠一样的咆哮，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有点星星之火，会塑造未来中国它不管当局怎么样维稳，然后当局怎么镇压，当局怎么操控舆情向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还有可能把中国放在这种全球的影响看，特朗普上来会不会让中国有机会重新的韬光养晦，或者他的关税是不是会摧毁中国的贸易，现在我们尚未可知，但是他确实都是改变的先生。与其我觉得他已经选择他自己的道路，与其成为一个死水继续腐烂下去，他的人民现在已经在咆哮了，已经在怒吼了。他们会共同的让这个社会，我觉得发生巨变。对我个人而言，月亮已经压得很低，然后潮汐已经不断的涌上海岸。对，我觉得巨浪就要到来，但这种巨浪可能不是我们能预期的，它可能是呈现为社会治安的全面崩溃，也可能呈现为因为经济议题或者是因为经济而造成的这种公共安全议题而催生了新的这种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这些可能如果按照我们对白纸定义的不同而言，它可能不被视为白纸运动的延续，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章在历史书上的一章里面的。按这样的思路来思考的话，白纸运动也好，然后中国的未来也好，都是不会继续腐烂下去的，改变已经快要到来。于美呢？于美我记得我们在东京见面的时候，你说的一句话，我问你，我就说如果中国一直是这样下去，中国不改变，你们怎么办呢？我记得当时我是和好几个年轻人一起的，这个空气就突然之间凝结了2秒钟，然后你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他说那我们也要为自己做公民做准备，好像是这样子是吧？你能说一下你的想法吗？就是当时说话的背景可能就是想说我们不需要等到中国的民主到来，然后我们再去学习怎么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生活，而是说从现在就想象自己是一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在这个条件下你能够去做什么，然后包括我们在海外做的这些抗议活动，都是在训练我们的这种运动的肌肉，或者民主的肌肉，就是为未来的情况做准备，因为这些都涉及到非常非常多具体的你要做的行动，比如说你去上街之前你要怎么去准备你的物资啊，然后你要去怎么联系其他人啊，然后你要去怎么去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你，所有的这些一个作为民主国家公民的素养，其实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做准备的。然后不管它白纸是不是过去式，我觉得我们该做的事情都是一样要去做的。而且在国内长期在做公民运动的人，他们白纸这件事情可能对他们来说没有像对我们这么重大的意义，但他们长年以来都是在坚持在做一样的事情，就完全就是小夏刚才说的那样的情况。李老师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首先的话，我非常同意3位的观点啊，就是白纸运动或者说下一次白纸运动，它是必然会发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白纸运动本身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偶发事件嘛，对吧？对，就是用那个外交部的那种话来说，它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这又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就是我们看到白纸运动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铺垫了3年或者说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从这个李文亮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上海的四月之声，然后一直到这个从4月份到这个10月底，然后一整个时间里一连串，然后到最后发生了一个白纸运动，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它又是必然发生的。那这样的这种必然发生的偶发事件，它之后会不会发生呢？它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它是以什么样的这种规模，什么样的这种什么样的群体来主导去发生这件事情。那但是可能我想要反问观众们一句，就是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以后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在期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但是如果说我们还是以现在的这样的状态的话，他哪怕明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刚才投稿箱又收到一些好像有些地方这个市民还是村民和这个警察互相打起来了，对，那但是
明天如果又发生这种全国大规模的事情的话，它有什么用呢？如果说以现在的这样的状态之下，就是如果说大家没有这样的公民意识的话，那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最后他其实哪怕是共产党被推翻，他上来了会不会是一个新的一个独裁者呢？那可能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相比于这种朝代的更迭啊，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公民意识的培养，就是大家必须得知道你想要的一个中国，你想要的一个社会，你想要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你会愿意为这样的一个愿景愿意去付出多少，你愿意为你的下一代人去付出多少，就是我们这样的改变才有意义，而不是说突然出现一个事情，共产党结束了，那上来一个列宁式的政党，那怎么办，对吧？就是上来一个更极端的怎么办？就是那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的人，他们也在天天在这个抖音上，你随便发的话，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要反，对吧？哎呀，我要怎么样？下边很多评论是，哎，我也要反，我要创业，对吧？我要创业，然后下边很多人，哎，我也要创业，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哎，我们要这个建立这个回到这个毛主席时代的那种中国，对吧？很多的人他们确实要反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背景啊。那如果说又回到了那个文革的时期，那你受得了吗？其实你是受不了的吧？那如果说变得更加的极端的话，你受得了吗？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心里边其实是有一个自由民主，就是自由民主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我感觉这个概念它是适合和包容所有人的。就是虽然说很多人好像嘲笑，哎呀，你们自由派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自由恰恰是一个基础嘛，就是说它是可以包容所有的你不同的声音的。那你现在的话，你比如说你很多的爱国大 V， 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过得好吗？就是你没有反贼了，你们自己互相之间互相指认互相批斗，你过得好吗？对吧？你说话你也说不好，连胡锡进和司马南都被禁言了。对，所以我觉得就像那个于美然后说的一样，就是说可能在身边我们形成这样的社群，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自发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公民意识，我们可以去就是影响更多的人，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像是这个四通桥，为什么四通桥的口号彭载舟彭立发那么的重要，就是说他提出了很明确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是要选票的，我们不要做奴才，是吧？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就是期盼，哎呀，这个变个天，或者说环境好一点就好了，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不能一直在期待，而是说你需要去构建你想要的未来。如果说你不去构建，你只是等待的话，那这个未来它到来的时候，它未必是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白纸运动并不是一个结束，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我自己也说，就是我可能不会说纪念白纸运动，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它并不是说像8964一样，就天安门坦克屠杀之后，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它是一个句号。我觉得白纸运动它是一个开始，就是它从这一天开始，只要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它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那么白纸永远都是这个符号，那么永远都会被人举起来，它永远都是象征的就是中国人，他们还是有一批中国人，我不说有多少吧，那至少就是说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想要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与其去讨论下一个白纸运动，我觉得目前比较紧急，而且可以讨论的是，就比如说中国万一哪一天侵略台湾了，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我觉得围绕这个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去想具体我们能做什么。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所有这些热爱和平的人，我们不去做任何行动的话，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和台湾嘛，就是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就是包括我前几天采访的这个一些这个在那个乌克兰作战的这个国际志愿军的战士嘛，他们就是有一个这个去世的一个中国人，然后他叫这个彭成亮，然后呢还有一个人他也很有意思，他叫阿提弗瑞曼，然后他是这个之前是在北大到大四那年他辍学了，然后他在苹果工作，然后他到了美国之后，拿到那个美国那个国籍的第一天，他就去办那个乌克兰的签证，他就飞到这个乌克兰去。然后在那边的话，有一些这个中国人，他们之所以留在那里，他们的意志很坚定，就是说，如果说有一天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是要去台湾保护台湾的。但就是说，这种保护它并不是说，哎呀，我特别的爱台湾或者怎么样，而是说，
它是一个心中的信念，就是这一点的话，道义上的没错，就是很多的台湾的这个观众可能也不太理解大陆的一些民众对于台湾的这个感情啊。但是其实我作为中国人的话，我是大概能理解的，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说华语的地方，然后就是它还是最后一片能够言论自由的一个自由的地方嘛。那自然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道义，他们要去保卫这件事情，并且愿意为此付出牺牲和生命。对，所以就像于美说的，就是如果说打台湾怎么办，我想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答案吧，至少我心里也是有答案的，就是我也想过这样的问题。对，说的挺好的。我们差不多，那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念一段听众的来信。我们这次也有很多的听众来信，我们也会在这几天编辑以后应该是再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把它留下来，因为也是在这一个时刻中国人在想的是怎么想这些事情的。我来念一段一位即将成为父亲的一位男士的来信。他说，几个月后我的孩子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尽管对这样的环境我依然保持悲观的态度，但我想我还是要鼓起勇气，带着这个新生命去面对这样的世界，至少以最小限度保持着人应有的人性、善良和良知。在这个新生命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告诉他这个世界很黑暗、很糟糕，但依然有人在尽自己所能，在这样的世界里发出微弱的光，把这些美好品质好好保存下去，去尽力把这些传递下去给具体的人们。这或许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意义，才不枉我们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如果能做到这样，或许我可以无愧于心，也尽到了一个做父亲应做的责任。感谢不明白播客，也感谢今天所有的朋友，有你们在 I'm not alone， 我不是一个人。非常非常感谢今天参加直播的阿兰、于美、李老师和夏朝川，也谢谢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期再见。